谁？你以为你还是大小姐？我是苏云锦，丞相府嫡女，被我继母一碗毒汤送上了花轿，替妹妹嫁给那个残废将军。满京城都在等着看我的笑话。新婚夜，他掐着我的脖子问我是什么人，我说能让你重新站起来的人，条件只有一个，帮我查13年前毒死我娘的人到底是谁。全京城都以为我是被推去送死的，没人知道我等的就是这一天。但有一件事，连我也没想到，我娘的死，萧家的冤，背后都指向同一个人，一个坐在宫墙后面，手腕上常年挂着佛珠的人。我等了13年，才终于看清他的脸。你妹妹金枝玉叶不能嫁给那个残废，你替她去，这是你欠苏家的。残废，萧衍，当年率8000残兵破敌10万的煞星，你们说他废了？哼！你不是苏婉儿，我是苏云锦，苏婉儿的姐姐。丞相府是耍我？不是耍你，是我自己来的。苏婉儿不想嫁你，我替她。你知道我娶她来干什么？知道，你娶她是为了折磨她，因为你怀疑苏家参与了10年前萧家的冤案。我说的对吗，将军？你的腿废了10年，这10年你看了多少大夫，没有一个能让你站起来，对吧？你胆子很大。将军，你杀了我，你这辈子都站不起来。苏婉儿嫁过来，你把她折磨死，对丞相府不痛不痒。我嫁过来，能让你重新站起来，条件是你帮我查一个人，我娘13年的丞相原配到底是谁杀的？你是大夫？我师父叫九真。九真先生，江湖第一神医，据说已经死了。他死了，手艺在我手上。3天治不好，我杀了你。3天让你站起来，现在开始，第1针。疼就喊。闭嘴。腿有感觉了？10年了，第一次有感觉。这个新夫人真的在给将军扎针，扎死了怎么办？扎死了我们给他陪葬。今天3针通你的经，明天3针活你的血，后天3针你站起来。今晚腿会发热，是经络在通，别碰冷水。我没那么神。不好说。苏姑娘，前面是将军的书房，闲人免进。我不是闲人，我是将军夫人。昨晚有探子在夫人院外蹲了1夜，谁的人？他发现了没有？夫人没出屋子，但属下觉得他应该知道。我以为你不会来。为什么？你继母派的探昨晚在你院外蹲了1夜。我知道，天快亮走的。他踩碎了你屋顶上一片瓦，你府上的屋顶该修了。你怎么不抓？抓了就没人给他报信了，让他知道我在将军府没被关起来，还能自由出入，他会慌。这伤是在牢里。今天3针活你的血，会比昨天疼。疼就喊，忍着不说，下针的人不知道分寸。你和你师父也这么说话？我师父说我心狠，下针不手软，天生适合学医。你不是心狠，你是不怕。明天之后，你的腿就知道什么叫地面了。你要查谁？你在苏府被下毒10几年，还管她叫母亲？你要查的不止继母。我娘13年前，所有人都说她是病死，我不信。还有呢？我爹萧家被构陷那年，他从5品直升3品，我没有证据，但我知道他靠什么升的官。靠构陷我萧家？我只是猜。你帮我治腿，我帮你查你娘。现在我加一条，我帮你查你爹，你帮我对付名单上的人。成交。谁煮的？厨房张妈妈。那碗汤是谁做的？让她进来。汤里的药
是你放的。老奴不知道夫人说什么。你是不是不知道我是大夫？这碗汤里的毒和我娘当年种的是一种，毒性小，不会马上死，但喝3个月人就废了。谁让你来的？夫人饶命！是丞相府那边。我继母把这碗汤喝了，我就当什么都没发生。送他去京兆府，人赃俱获。夫人饶命！老奴再也不敢了！救命！救命啊！宋官，不杀。杀了他，继母就知道我出手了。宋官案子摆在明面上，他得花心思去压，露出的马脚就更多了。你这10几年不是白忍的。每一笔账我都记着，现在是该翻的时候了。明天第3针，准备站起来。站不起来呢？那就再来一天。听说咱们这位新夫人在丞相府的时候，连下人都敢克扣她的月银。那可不，以前在苏家就是个受气包，现在还真把自己当将军夫人了。你们是不是觉得在苏家有人能欺负我，到了将军府也能？夫人，小的不敢。你说，如果府里明天少2个下人，将军会说什么？什么？昨天没扫的叶子，昨天就该拔的草，明天我不想再看到这些。第3针。站起来。将军不会连1步都迈不出去吧？腿站起来了，现在该兑现你的了。苏崇文，你不是来替假的。替假是借口，我来将军府是因为我需要一把刀。我就是那把刀。你是，但我也是你的腿。以后不用下毒了，名单上的人我一个个杀，用剑。成交。比昨天多了几步。守了。我靠这个吃饭。那个兵部侍郎张骞，他的行程拿到了，下个月南下，走水路。你怎么拿到的？我娘的旧识。第3个了，你这个月修了几次屋顶？不是普通探子，是江湖上的人。名单上的张侍郎雇了杀手。你治好我的腿，等于断了他最后一道保命符，所以他要在你恢复之前先杀了我。怕了。我给你配2个安慰。不用，我是大夫，大夫知道到人身上有多少个死点。况且你的人都去盯着张骞了，你再调人给我，张骞跑了怎么办？我今天去东市买药材，上次那家缺了几位，正好让他们试试，我也试试。今天刘掌柜不在。刘掌柜回老家了，小的是他侄子，替他看几天店。给我称2两当归。2个，比上次下本钱了。出来吧。告诉张侍郎，我不收刀，收命。回去告诉你们将军，今天的当归涨价。他一个人，一个人
属下在巷子口埋伏，但夫人没给机会。她看见我了，说什么？回去告诉你们将军，今天的当归涨价。他不是需要保护的人，他是能站在我旁边的人。明天开始，暗卫分一半给你。你人手本来就不多，我不差这一半。走错了，那还不走？腰上伤，明天给你治。夫人来过。回将军，夫人回后院了。夫人，丞相夫人和苏婉儿来了，让他们等着。你来干什么？来看看你，嫁进将军府这么久，也不回娘家一趟。娘家？我娘早死了。你爹让我来的，问你什么时候回门。不回。姐，茶凉了，去给我换一杯。你听见没有？在苏家你不是……茶凉了就放下，我不是你丫鬟。夫人要茶点吗？不用，换杯热的。2个月，第3波了，张侍郎不敢再派杀手了。今晚动手。这次是暗卫，再过2个月，你自己去。死了？传到驿站前夜，船底漏了，张骞不会水。船底是你的人凿的？名单上划掉一个了。比昨天的还难吃。难吃你还吃完了？下一个是督察院左都御史，那份供词在他府里，这次我亲自去。推好了？好了。将军，左都御史府的布防图拿到了。供词在书房暗格里，明晚动手。你是谁？我娘是沈氏，13年前你给她的尸体填过验状，写的是病死。她死的时候指甲是黑的，病死的人指甲不会黑，她是中毒死的。我不为难你，你填假验状是被人逼的，你只需要告诉我是谁逼你的。当年的苏大人，现在的苏丞相。左都御史府搜出来的。你父亲当年为了攀上周家，配合周氏下毒，他把毒药装进汤里，亲手端到你娘床前。左都御史替他压住了仵作的验状。我爹亲手端了那碗汤。证据上写的，左都御史的私账里记了，他要了3000两封口费。这份东西明日早朝能用？能。你准备好了？准备了10年。姐姐，你在将军府受苦了，我来接你回去。谁跟你说我受苦了？京城都传遍了，姐夫他脾气不好，还什么？还是个残废。婉儿，你不想嫁，我替你。现在你跑来接我回去。姐，你怎么这么说话？我是你为我着想。为什么成亲那天没来？为什么你娘让张妈妈在汤里下毒的时候，你一个字都没提醒我？什么下毒？我不知道。他不是残废吗？你娘给你姐下毒，你爹在朝堂上参我谋反，你们苏家真当我萧炎死了？回去告诉你娘，他的毒我早就解了。这些年我装病卖傻，是为了看他得意，现在不用演了。就这么放他走？他回去会传话，传完话，我爹和继母会慌，慌了就会出错，错了就是你动手的时候。你是真的狠。我娘当年不狠，所以她死了。苏云姐，你给我出来！你这是什么打扮？你妹妹说你疯了，我还不信。13年了。什么13年？8岁那年，我娘临死前拉着我的手说：“锦儿，娘不是病死。”这些年我一直想问你，你跪在她床前发的誓还算不算？你胡说八道！这是你当年给大夫的药方，上面有你的字迹，太医院有存档。你买通的那个大夫已经被我找到了。你以为我每天在丞相府任你们欺负吗？实际上我在翻案，被你买通的仵作大夫药房的记录，证据都已经交给刑部了。不可能，那些东西早就销毁了。你是说兵部侍郎张骞帮你销毁的那些东西？张骞昨天南向死在了路上，书房被抄了，你销毁的东西又翻出来了。13年前你欠我娘的，该还了。罪附周氏，谋害主母，证据确凿，拿下！苏云几个小贱人！我娘死的时候就那么看着我，眼睛不肯闭。
13年了，今天他能闭眼了。你哭了。就这一次，我的任务完成了。该我上朝了。别让我等太久。陈萧衍参当朝丞相苏崇文构陷忠良，贪赃枉法，纵妻杀妻。萧衍，你血口喷人，这些罪证全是你一手捏造的，你这是挟私报复。是不是捏造？证人说了算。证人都在殿外候着，请皇上传诏。传证人，堂下何人？罪民是当年给沈氏填遗验状的仵作，在刑部当了30年差。沈夫人是中毒死的，苏大人让我填了病死，这是当年他亲笔写的封口字据。皇上，臣在朝30年，一份字据就想定罪，仵作自证可以伪造。萧衍挟私报复，他什么做不出来？15年前，你在边关截断了我父亲的粮草，我父兄前锋孤军无援，死在敌军阵中。同夜，你派人火烧京城萧府，我母亲、姐姐、府中上下几十口人全部生火，只有我活了下来。荒谬！北境中了埋伏，那是敌军狡诈，你萧家自己的仗没打好，怪不到我头上。萧家出事后，朝廷追封了蛮忠烈，你现在翻旧账，是要把追封也翻了吗？你说我构陷你父亲，弹劾奏章是我一个人写的，兵部、御史都署了名，你是要追究满朝文武？苏丞相说的对，弹劾我父亲不止你一人，兵部尚书已经私账里记了你的封口费。你问是不是要把满朝文武都拖下水？你忘了一件事，当年断了边关粮草的那个人也署了名是你。这份调令是从兵部旧档里翻出来的。上面有你的私印，截断粮草的命令是你签的。15年了，我一直在找这份东西。苏崇华现在找到了。苏成文毒杀原配在先，构陷忠良在后，摘去顶戴花翎，押入天牢，三司会诊。你以为我倒了你就赢了？我只是个替人办事的，下棋的人还在宫里。丞相。你是来看我笑话的？我是来问一句，我娘死那年，你知不知道是周氏下的毒？我娘临终前拉着我的手说：“锦儿，娘不是病死的。”她说完那句话，眼睛没闭上。太医院的存档，我娘死前半年服了饮了17次的砒霜。第2章被你买通的大夫上说，是你亲手把药换成补的方子。第3章，我娘死后第7天，你续弦娶了周氏，聘礼是周家送的，你靠这桩婚日攀上了兵部的关系。是我，你满意了吗？但你娘除了那张脸，什么都没有。你从6品升到5品，用的是我娘的嫁妆，你拿走的钱没还，拿走的命也没还，但你儿子还了。他怀着你儿子的时候，手还在往我娘汤里下毒，毒过了他的手，报应在你儿子身上。他承认了。你要活着去将军府求苏云锦收留你，然后替太后做事。娘，我记下了。苏二小姐刚从刑部大牢出来。你是谁？一个能帮你的人。你娘下毒是因沈氏先害死了她的孩子，至于全部罪名是苏云锦让你娘顶的。我凭什么信你？你不需要信我，你只需要去将军府亲眼看看你姐姐过的是什么日子。你在天牢里哭你娘的时候，她在将军府当夫人；你爹在流放路上风餐露宿的时候，她连一滴眼泪都没掉过。你是太后的人，有些账不算清楚，一辈子都过不去。你想报仇，我可以帮你。你娘让你去求她收留你，那就去，跪在她面前叫她姐姐，把看到的听到的告诉我。每月采买日，东城门茶馆，我会等你。你要活着去将军府求你姐姐收留你，然后替太后做事。姐姐、姐夫，我爹流放了，我没地方可去了。府里缺一个洗碗的，你干不干？干。当年那碗汤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加了东西？凉了，换一杯。不用。你今天站这么直干什么？将军、夫人，大理寺少卿来访，请。萧将军，别来无恙，我就是来看看表妹过得好不好。表哥，说正事。最近京城出了几桩命案，死者都是当年构陷萧家的人，手法干净，找不到凶手。不过，他们该死，该死的人自然会死。你今天来不光是为了说这个。表妹说的对，你外祖父沈征先皇驾崩后也死了，我师父查出真相，被太后灭了口，临死前留了一封密信。那桩构陷忠良的命案背后的主使，你娘、外祖父、先皇、德妃，萧家满门的仇，该有人报了。
她是我异母同胞的姐姐。你姐给你带的。她说我命硬，要戴长命锁，活到100岁。灭门那天，你在哪儿？那天沈大人，也就是你舅舅，派人来府里接我，说家里做了桂花糕，叫我去吃。吃完饭又拉着我下棋，下到很晚。后来我听见外面声音不对，我站在沈家阁楼上，看着萧府烧起来，我想冲回去，被沈大人按住了。他说出多一具尸体，什么也改变不了。我看着我姐住的那间屋子的窗户烧没了，这么多年，我一直以为她死了。你爹和你娘呢？我爹和兄长在北境全军覆没，我娘也在。朝中大臣相互勾结，本可以前线的粮草。我娘她是医官，她说萧家没有丢下伤兵的人。同一夜，北境和京城两边同时动手。太后算好的，对外说北境是中了敌军埋伏，京城是走了水，萧家满门忠烈，追封的圣旨是他亲自下的。他在朝堂上哭得比谁都伤心。他后来没对你动手？我继承父职出征时，粮草又断了，那次没死只废了只双腿。从那以后，我在他眼里就是个废人。废人不用再杀，杀多了别人就该起疑了。沈寒州师傅在密信上写了萧离，如果他查到的线索里你姐已经死了，他不会把这2个字留给你。他活着，他可能还活延。我一直以为萧家只剩我一个。将军，东街暗巷抓到个女人，在府外徘徊好几天，形迹可疑，身上只有一把旧短刀，刀柄上刻着一个萧。姐，这把刀是爹当年用的，我藏了15年。阿言，你长大了。好了，姐姐回来了。这些年你去哪儿了？我以为你在那场大火中死了。我被人救出来了，养了很长时间的伤，后来隐姓埋名，在宫里当差。宫里？我怎么从来没在宫里见过你？我在太后宫里，不能到处走动。太后？你为什么要去太后宫里？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。他不会想到萧家的女儿就在他眼皮底下。阿言，姐姐回来不是来诉苦的，姐姐是来告诉你，萧家的仇该报了。这把刀是爹的，现在给你。想当萧家的媳妇儿，打赢我。你每次出刀前左肩会先动，在战场上这个习惯会送命。你过关了，告诉阿言，他娶的不是苏家的人，苏家的人没骨头，你骨头很硬。我妹妹在府里帮忙。你和他交手了？身手不错，左肩的破绽也试出来了。是他那道痕，是我小时候拿弹弓打到他留的疤。但他说话的样子和以前不太一样，也许是15年没见了，谁都会变的。有什么消息？将军府来了一个人，萧凌，萧衍的亲姐姐。萧凌，你确定？府里都叫她大小姐。她说她在太后身边。太后身边，有意思。还有别的吗？沈寒州来过，萧离的信息就是他给的。沈寒州也在查萧离，什么意思？苏二小姐，你做得很好，但还不够。找一下萧炎书房里的密报，下次带给我。我进不了书房。你是将军夫人的妹妹，送茶水没人会拦你。我来送茶。书房以后不用你送，管家会送。看够了吗？没有。那就好好看。婉儿今天进了书房，碰了军报。要查吗？不必，我想看看他背后是谁。如果他真做了什么呢？那他自己选的路。萧青，你腿好了，哀家一直想当面贺喜。多谢太后挂念。听说萧将军府上近日来了一位故人，是臣的一位远房表亲来京投奔。既是萧家故人，改日请公来坐坐。故人相逢是好事。改日朕让内务族备些薄礼送到府上。臣代设下多谢皇上。萧夫人今日话少，
可是这茶不合口味。茶很好，只是太后、皇上和将军叙事，臣妇不敢多嘴。你倒是懂事，是臣妇的本分。小青，15年前的事该翻篇了，往前走。太后说的是，臣最近也在想，有些人，有些事，是到了该了结的时候了。今日就到这里吧，哀家乏了。晚饭怎么没吃？不饿。太后今天在试探你，习惯了。这次不一样，她今天说我话少，是在看我知不知道什么。我出去一趟。现在？注意安全。不用担心。半夜来访，不怕萧将军吃醋？你故意给我消息，引我去查萧离。如果萧离是萧衍的亲姐姐，为什么15年不认萧衍？为什么留在太后身边？他要拿太后的罪证。还有一种可能，他不是萧离，是太后安排的替身。萧府大火那天，皇上的人已经提前把萧离从府里带走了。那时的皇上还是废太子，太子让他服了假死药，那药能让脉搏停跳，和死人一样。满京城搜尸的人以为他死了，但假死药有个后遗症，伤脑子，醒来以后什么都不记得了。皇上把他送到江南嫁了人。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可是大理寺少卿，太后那边也快查到萧迷了。太后在这盘棋里，谁都是棋子，关键是谁先找出下棋的人。打烊了，明天再来。我不是来看病的，你是当年给萧凌下假死药的。什么萧离？你在江南过得安稳，是因为太后之前不知道，现在太后的人离这儿不远了。当时的废太子让我给他下的假死药，那药伤脑子，醒来以后什么都不记得了。太子怕他留在京城会想起来，不想让他报仇，把他送到了这里，只想让他活着，忘了一切，重新开始。所以他真的不记得了？不记得了。他在这里嫁了人，生了孩子，过得很好。他在哪儿？镇子东头，门口有棵歪脖子槐树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镇子东头歪脖子树那家，暗中转移他一家人去城外的安全屋，不要惊动他。是。等我消息，接他进京。这几天去哪儿了？怎么想我了？连个招呼都不打。让管家去请大小姐过来。我找到阿素了。你说你是萧离，那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你给萧衍戴长命锁的时候说过什么？你不知道，因为你不是萧离。你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？第一眼。我不是萧离，我小时候父母双亡，流落在边关。你父亲是在战场上发现了我，把我带回了京城，送进了宫。我被太后选中，去了他的宫里。他说以后你只听我的，我没得选。宫里就是这样，让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。他让你做过什么？一开始是端茶递水，后来让我送东西，有时候是药送到德妃宫里，有时候是茶送到先皇岸上。后来先皇和德妃相继死了。德妃是当今皇上的生母，先皇德妃一死，太后就联合朝中大臣说太子无德，废了他，立了自己的孩子三皇子为太子。登基那天，太后站在他身边，我从没见他那样笑过。没过多久，他做了一碟糕点，是给你外祖父沈车准备的。那碟糕点被三皇子吃了，后来三皇子死了，太后把自己关在寝殿里，3天3夜没出来。出来的时候，手腕上的佛珠绳结换了黑色。三皇子死后，废太子又被扶上了皇位。我在宫里端了15年茶，他每天见什么人说什么话，哪天佛珠换了绳结，我看得清清楚楚。没有人会注意一个端茶的宫女。我不是他的心腹，我只是他养的一条狗。我不是来求你们原谅的，我只是不想再回去了。我这种人不需要墓碑，别让我回太后身边。你父亲是个好人，他给我买过一串糖葫芦，这么多年杀人的事儿都记不清了，糖葫芦的味道还记得。我找到你姐姐了，她在江南还活着，太子用假死药救了她，但是她不记得以前的事了。萧离死了。什么时候的事？就今天，府里都知道了。把这个放进苏锦泽的饭菜里，
这是什么？砒霜。你之前没说过要下毒，我不干。苏二小姐，这半年你给我递了多少消息？你觉得苏锦泽知道了会原谅你吗？事成之后，太后会安排你离开京城，保你荣华富贵。你恨他这么久，这是最后的机会，这才是好孩子。给夫人送汤。是，厨房刚热好的。夫人吩咐过，她和将军在书房议事，谁也不让打扰。给我吧，倒了可惜。这汤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是砒霜。昨晚谁进过厨房？昨晚管家喝的那碗鸡汤是你送的？是我送的，但那汤是给我准备的。你给他下毒！别在这儿。报官。到了，小心脚下。姐，对不起，我好像不记得你了，但是我这里很酸。萧衍知道了，不能留，召他们夫妻进宫，在御花园动手。哀家这辈子杀了太多人。先皇，你儿子又来跟哀家作对了。15年前哀家能灭萧家满门，15年后也一样。哀家这辈子杀了太多人，你、德妃、萧家，这都是你义理应得的。去将军府速召萧将军进宫。遵旨。母妃，孩儿等了15年，一切都该结束了。免了，关门。朕记得第一次见你是在皇宫靶场，先皇让你跟朕比剑，你赢了朕。那年你15，朕17，皇上记性好。朕记性好，是因为那天你姐也在，她站在边上替你喝彩，嗓子都喊哑了。朕认识她比认识你早，她小时候常进宫，先皇给我们赐了婚。灭门那天，朕派人去救她，给她灌了假死药，药有后遗症。她醒来以后什么不记得了，朕把她送到江南，不敢留她在京城。太后盯着，朕保不住她。她不记得了，朕也没打算让她记起来，她忘了才能活着。这件事朕藏了15年，今晚告诉你，是因为不用再藏了。不用再藏了？朕在太后寝宫外听到的。她说15年前能灭萧家满门，15年后也一样。先皇德妃也是出自她之手。叫了他15年母后，母妃死了，太医说是病故。后来父皇也死了，太医又说是病故。朕不信，但朕没有证据。他抱着朕哭得比谁都伤心。朕心想，也许他待朕是真心。朕这些年做的最多的事就是忍，他说什么朕就听什么，不是怕他，是等一个能跟朕一起动手的人。朕等到了你。皇上不怕臣跟他是一伙的，你爹手里有他弑君的证据，他灭了你满门，你跟谁一伙也不可能跟他一伙。他们要在御花园对你动手，将计就计，他动手，臣也动手，朕帮你。还有一件事，臣的姐姐，臣已经把她接到京城了。朕知道了。萧衍，朕不会让忠臣白死。皇上召你。皇上都知道了，说太后会在御花园动手。他信了。他等了15年，等的就是这一天。你怎么想的？将计就计。明天御花园，他在阁楼上动手，我们在阁楼上收网。皇上安排了暗卫，听从我指挥。等太后下令，皇上会亲自站出来。穿上。一剑。给你拿的。萧衍，你腿才好不到1年。腿是你治好的。明天我站着走出去，站着回来，还你。明天我护着你。各护各的。明天不是去送死，是去算账。15年的账该还了。你站了好一阵了，不累吗？不累。苏姑娘让你多歇着。她让你来管我。她没说，我自己想管。你小时候应该挺犟的。你怎么知道？不知道，就是这么觉得。今天太阳好，多晒晒。在屋里闷了3天了。苏姑娘，
你不用每次都给我端茶，我自己来就行。顺手。明天你们要出门？进宫一趟。什么时候回来？很快。这个给你。为什么给我？你每天都给我端茶，我没什么能谢的。明天回来我给你带桂花糕，府里厨房做不出来。好。萧青来了，哀家等你很久了。太后召见，臣不敢不来。腿好之后，进宫的次数倒是少了。哀家还以为你忘了宫门朝哪边开。太后说笑了。哀家记得你小时候进宫，跟在你爹身后，还不敢说话。臣长大了。是啊，长大了，翅膀硬了。萧青，哀家听说你最近在查一些旧事。什么旧事？都过去15年了，哀家劝你，有些事翻了，对谁都没好处。太后在担心什么？哀家是替你担心，你爹当年也像你这样，后来他死了。萧家旧部太多，臣活着，太后还能装仁慈，臣再死就该哗变了。你知道的不少。臣知道的远不止这些，臣还知道太后做了一碟糕点，本来要毒杀沈正。够了！太后怕了，因为臣说的全是真的。萧青，哀家给过你机会。劝太后，是。这道令别下。弑君杀妃，可你算不到，最后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儿子。你以为这15年我任你摆布吗？太后，整个御花园到处都是朕的人。太后周氏，弑君杀妃，构陷忠良，罪证确凿，废为庶人，交三司会审。你站在他那边，朕站在父皇和母妃那边。云姐，剑上有毒，别动。我知道。那你还冲上去？因为他要对你动手。传御医，快！你哭了？没有。剑是冲你来的，我自己能躲。毒清了7成，还有3成要慢慢排，3个月内不能动武。3个月？或者你现在下床，然后我要把你另一条腿也扎瘫。每次扎针你都盯着我的手。没有。那你是在想事情？在想我。这个好吃，谁做的？厨房，不是我。那就好。你什么意思？没有。你笑了。今天的菜确实不错。你姐姐明天回江南，你不去送送她？她虽然现在不记得你，但有些东西刻在骨子里，忘不掉。明天我去送她。小时候你给我的，现在物归原主。你叫萧衍，我好像记得这个名字。不用记得，活着就行。等京城的事定了，我去江南找你。歇会儿。不累。我是说剑，再擦就该擦出窟窿了。你姐昨天做了桂花糕，端过来一点。好吃吗？比你做的好。1年了。以前不敢想我姐能回来。腿还疼吗？不疼。骗人！下午扎针，下雨天再不喊疼，我就信你。苏云锦，你治好了我的腿。你说过了。不只是腿，